这是我们在台北的第4天。今天的行程是先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一看古典的中华，然后到圆山饭店。这座仿古建筑承载着近代台湾的历史与传奇。傍晚在101大楼俯瞰台北，体验它最现代的一面。我们的朋友韦师傅今天跟我们一起同行。左边是拿铁，这是美式。好，你不是喝美式？对，我知道你喝美式，然后我不知道你喝什么，然后我就一样买了一个，谢谢。然后你们两个选，谢谢。OK。早上我们吃了士林夜市附近的张记烧饼、油条、烧饼，这些都是现炸现烤的。而且呢，吃饭的看着都是本地的一些街坊。这种楼下的小店儿，在我以前住的北京很难见到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咸豆浆。这个豆浆看起来挺稠的，然后上边是撒了油条和肉松，还有一点点咸菜之类的。饭后我们坐车去故宫。来之前我查了一下，台北故宫的馆藏文物有70万件左右，而它能同时展出的只有3000件。所以说，你来一次能看到的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可是，即便是这一角，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精品。这里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厅入口。这个门票呢是350一张。点歌卡。哪张卡？还挺漂亮。一开始我们不妨先走马观花的看一下吧。今天我们重点想看的有，第一个是缂丝，它非常的精美；第二个是书法，现在正在展出一幅颜真卿的真迹；第三个是青铜器，这里有很多的国之重器；最后一个是陶瓷，这里有不少汝窑的精品。这里展示的是《甄嬛传》的道具，当然是开玩笑了。这只小动物还挺可爱的，它是老鼠还是狗啊？精美。它是什么丝的？今天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这个缂丝。缂丝不同于刺绣，它是在织布机上织出来的，程序非常的繁琐。这本来是给皇帝皇后做衣服的，宋朝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用它来仿制山水画，临摹得非常逼真。缂丝作品传世的很少，因此据说一寸缂丝一寸金。这幅《富贵长春图》是确定是宋朝的，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御览之宝。在清朝呢，缂丝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拍马屁。慈禧太后御笔提了一个寿字儿，有人立马把它做成了缂丝版，进献给慈禧太后，可以说是拍马屁的进阶方式了。这里是书法展厅，今天我们看到了颜真卿的刘忠史帖，尽管没有祭侄文稿那么的知名，依然有人认为它才是颜真卿的代表作。我们知道祭侄文稿是在颜真卿得知兄弟和侄子先后被杀的极度悲愤中写下的，而这幅字儿则是在一种狂喜的状态中创作的，可以视为一种对照。今年10月台北故宫100年诞辰，到时候祭侄文稿就能看到了。当然还会有《西山行旅图》这种平常根本看不到的作品，在台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就是陶瓷馆。西晋的青瓷人物古仓观，光绪年间的绿地鱼龙图花饰品，颜色非常的亮。
清代的红釉尊，非常有巧思的一个设计。这个勺子的木托是一只鹅。这个是定窑的婴儿枕，就是婴儿造型的枕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枕这个枕头，因为太高太硬了。这是一个唐三彩的天王像，一尊非常丰腴的唐朝仕女俑。陕西铜川县的耀州窑的瓷器，是南宋的龙泉窑，是元代的青瓷，5代到北宋的。这个碗上边附着了很多的牡蛎什么之类的，都已经取不下来了。真正的明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大的那个富商拍了几个亿的那个鸡缸杯。对，然后他拍下来之后，他直接拿来喝茶。喝茶是叫刘义谦还是谁？对，是这里是汝窑的瓷器，你仔细看，它上边是有一些像是裂开的纹理，这个专业的说法叫扁细蟹爪纹开片。周杰伦在《青花瓷》里边唱“天青色等烟雨”，但天青色的并不是青花瓷，而是汝瓷，因为青花瓷它是白底儿，蓝色的花。天青色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宋徽宗当年做了一个梦，雨过天晴之后，天上出现了一抹神秘的青色，他就下令工匠们烧出这个颜色，只有汝窑的工匠们复现了他梦中的色彩。据说现存的汝窑的这个瓷器只有60-70件，其中有20多件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什么这个汝窑全世界只剩下这么一些？汝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宋徽宗年间专门供应皇宫使用的，也就烧制了20多年，并且呢，它的原料里边是要加玛瑙石的，非常的名贵，而且它的良品率又很低，所以传世的作品非常的少。到了南宋的时候，人们就发现，想获得一件汝窑的瓷器非常困难。乾隆皇帝他富有四海，依然把汝瓷当成一个宝。这边是青铜器厅，这是商代晚期的汝丁文阳手垒，造型非常的萌。这个是亚丑凤尊，体型很大很美，商代晚期的一个盘龙纹盘，非常精美。汉代的博山炉，孙座足吉鼎，乃孙座就是你孙子做的。突然想起日本的城市我孙子市。这个鼎里边是有少量的铭文。这个是毛公鼎，它远没有后母屋鼎那么大那么重，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里边有500字的铭文。鼎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铭文。想一想，有人在2800年前写了一篇500字的散文，把它刻在了鼎里，并且传到了现在。这是战国早期的曾姬壶，体型非常大。这一套8个叫子范合钟，子范就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叫胡衍。胡衍帮助重耳出奔19年之后重返晋国，登上大位。他辅佐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成为一代霸主。功成名就之后呢，子范铸造了这套编钟，在上边刻下了自己的丰功伟业。这个是散氏盘，上边的铭文也多达350个字。这个就是著名的穿越者王莽在2000多年前颁布的度量衡。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还拿来仿制了好几套。正着它可能量的是1壶，然后把它反过来就是1斗。这旁边这个里边是1升，然后呢，左侧上面这是一格，下边那个反过来它就是1月。哦，一个工具可以量5种钟。这里还有一些清宫的奏折，比如说曹雪芹家被抄家的奏报。这是光绪帝给袁世凯的朱批，知道了，不知可否。雍正皇帝的朱批讨的是正位念籍，这事儿可以办，
还有给臣子画大饼的，受朕大恩在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这种虎狼之词。这件就是台北故宫非常知名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可能已经被下锅了，今天不在这里。乾隆皇帝的两方大印“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征茂念之宝”。当然了，乾隆皇帝其他的印章还很多，像什么太上皇帝啊、十全老人呀，在各种字花上盖满了章。这一件就是知名的碧玉屏风，当年抗战的时候被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讨回来了。好的，我们已经逛完了故宫博物院，然后在地下1层买了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朕知道了胶带，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印度风的头巾。这是个观光巴士耶，到圆山饭店。对，有点像香港和悉尼的那种。我们坐上边。好，要到哪里？圆山饭店。好，谢谢。Hello。嗨。好，谢谢您。谢谢。从故宫到圆山饭店这一段其实没什么风景，这个观光巴士要170块钱，我觉得坐普通的巴士就可以。这里就是圆山大饭店了。这里就是圆山饭店里边的标志性的大红圆柱子，这个视角大概就是《饮食男女》里边的一个视角。可能有人还会记得111里杨洋站在红毯上的画面。就是在这儿，恩基再次遇到了他的初恋。你家己甲我约好，你哪袂来？我伫地下等，一直地下等。我叫你害甲出惨的，你知影无？冷战期间，也就是1973年，圆山饭店修了2条密道，一旦开战，贵宾可以从这儿逃生。90年代，密道才被曝光，2019年对外开放。据说以前非酒店住客也可以免费进去，但现在是收费参观的。就是当年那个宋美龄她住在这个地方，宋美龄和蒋公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快速的走，就从隧道里边走。隧道里边还有滑梯，如果他年龄大嘛，他就是走路不方便，他可以顺着那个滑梯滑下去。对，然后直通松山机场，或者出去是高速，然后车那边有车等着，然后就直接就很快到松山机场。所以你买回来我。泡茶那边你可能会太急。
吃过晚饭，我俩准备去101大厦。从台北车站坐捷运可以直达。在这儿也看不太出来。站在它的正下方，其实是感受不到101大楼的那种高度的。我觉得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是凤梨柳心，好，凤梨酥里面有蛋黄的。好的，谢谢。这边。他说要从4号口南门进入。你要先从这边过去，左手边的电梯搭到1楼，他们1楼会找到他们的柜台，那通过柜台他们来喊你上了。他们在1楼是吗？谢谢。101的88楼有一个咖啡厅，点2杯咖啡，我们就可以在那儿俯瞰台北。电梯搭乘到60楼之后，再转乘到88楼。谢谢。4、5、6、7、8、32、202名。42、43、45、46、47、48、49、50、51、52、53、54、55、56、7、58、59、60。60层了。谢谢。谢谢。按88。它不给你显示楼层，显示一个1号。88层到了。今天是199号哦。好的，谢谢。就只有这么点。现在是在101的88楼，看一下外面的风景。